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5章。克拉拉。罗伯特·奥德利发现马车夫睡在沉重马车的驾驶座上。他喝了一种烈性啤酒，几乎能让大胆的饮者暂时窒息，所以他很高兴乘客回来了。那匹老白马看起来像是和马车同一年出生的，而且和马车一样，似乎也熬过了时尚的变迁，和它的主人一样睡得很沉。当罗伯特在刽子手的协助下走下石阶时，马惊醒了。刽子手恭敬地等待着，直到奥德利先生上了车才离开。马被车夫的鞭子和磨损缰绳的抖动惊醒，睡眼惺忪地慢慢走着，而罗伯特则把帽子拉到眼睛上，想着他失踪的朋友。多年前，他曾在那些死气沉沉的花园里，在那些阴沉的冷杉树下玩耍。也许如果说任何顽皮的孩子都能在哈考特·托尔博伊斯先生冰冷的灰色眼睛前玩耍的话，他曾和那个今天听到他命运却未流一滴泪的妹妹一起在那些阴暗的树下玩耍。也许罗伯特·奥德利打量着那片土地刻板做作的景象，纳闷乔治怎么可能在那样的地方长大，却成为他所认识的那个坦率、慷慨、自然的伙伴。他怎么可能在父亲的榜样下长大，却没有模仿他那令人不快的模式，成为同伴们的祸害呢？怎么可能呢？原因在于，有比我们父母更高贵的存在。我们应该感谢他赋予我们灵魂，使我们变得伟大或渺小。而且，虽然家族的鼻子和下巴可以井然有序地从父亲传给儿子，从祖父传给孙子，就像一年中枯萎花朵的形状在下一年花蕾的嫩芽中重现一样，但比吹拂在那些花朵间的风更微妙的精神，不受任何尘世规则的约束，只服从和谐的神圣法则。感谢上帝，罗伯特·奥德利想，感谢上帝，一切都过去了。我可怜的朋友会安息在他那不为人知的坟墓里，而我不会成为给我的亲人带来不幸的人。也许不幸迟早会降临，但不会是因为我。危机已经过去，我自由了。他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他那宽宏大量的本性反抗着他被迫承担的任务，间谍的勾当，收集那些导致可怕推论的罪证。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为自己的解脱而叹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马车正驶过庄园的大门，他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在车里坐直了身子，回头望向那些阴沉的冷杉树、碎石小径、修剪整齐的草坪和那栋外观凄凉的红砖大宅。他惊讶地看到一个女人跑来，几乎是飞奔着，沿着他来时的车道跑来，手里举着一块手帕。他惊讶而沉默地注视着这个奇特的景象片刻，然后才用言语表达出他的惊愕。那个飞奔的女人是朝我来的吗？他终于喊道。最好停下来，他命令马车夫。我们生活在一个古怪的时代，世界历史上一个奇怪的时期。也许他是朝我来的，很可能我把手帕落下了。托尔博伊斯先生派这个女人来还给我，最好还是出去见见她。她真好。罗伯特·奥德利先生从租来的马车上下来，慢慢地走向那个匆匆赶来的女性身影。他很快就追上了她。他有点近视，所以直到他离他很近，他才认出她是谁。看在老天的份上，他惊呼道：“是托尔博伊斯小姐！”确实是托尔博伊斯小姐。她跑得脸红气喘，头上裹着一条羊毛披肩。罗伯特·奥德利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她的脸，并注意到她的美丽。
他有和乔治一样的棕色眼睛，皮肤苍白。他走近他时脸红了，但喘过气来颜色就褪去了。五官端正，表情丰富，能反映出情感的每一个变化。他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一切，并且更加惊讶于他在与托尔博伊斯先生会面时那种坚忍沉着的举止。他的眼睛里没有泪水，但闪烁着一种狂热的光芒，异常明亮而干燥。他注意到他说话时嘴唇在颤抖。托尔博伊斯小姐，他说，我能。为什么？他突然打断了他，用空着的那只手抓住他的手腕，另一只手仍然紧紧地抓着披肩。哦，让我和您说话，他恳求道，让我和您说话，否则我会疯的。我听到了一切。我同意您的看法。如果我不做点什么来报复他的死，我会疯的。罗伯特·奥德利一时之间不知所措，无法回答。在地球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中，他最没有想到的是会这样见到他。托尔博伊斯小姐，请挽住我的胳膊，他说，请冷静下来，我们往回走几步，谨慎地谈谈。如果我知道，我就不会在您面前说那样的话了。如果知道我爱我的哥哥，他轻声说道，您怎么会知道我爱他？当我知道即使是姐妹的爱也会对他不利时，我怎么敢在那所房子里表露我对他的爱呢？您不了解我的父亲，奥德利先生，我了解。我知道为乔治求情对他来说会更糟。我知道把这件事交给我父亲处理，让时间来决定，是我再次见到我亲爱的哥哥的唯一机会。我等待着，我耐心地等待着，总是希望最好的结果，因为我知道我的父亲爱他唯一的儿子。我看到了您不屑的微笑，奥德利先生。我敢说，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很难相信在他的虚假坚忍之下，我的父亲隐藏着对他的孩子们的某种爱，也许不是很深，因为他总是按照严格的责任法则来管理自己的生活。停下来，他突然说道，抓住他的胳膊，回头望着笔直的松树林荫道。我从后门离开了房子。爸爸不应该看到我和您说话，奥德利先生，也不应该看到租来的马车停在栅栏门旁。您为什么不去大路上，告诉马车夫往前开一点呢？我会从一个小门离开庄园，在路上和您会合。但是您会着凉的，托尔博伊斯小姐，罗伯特担心地抗议道，注意到他在发抖。您在发抖。不是因为冷，他回答道，我在想我的哥哥乔治。如果您对您失去朋友的唯一妹妹有一点同情心，请按照我说的做，奥德利先生。我必须和您说话，我必须和您说话平静的，如果我能的话。他用一只手捂住头，仿佛想整理一下思绪，然后指着大门。罗伯特鞠了一躬，离开了他。他命令马车夫慢慢地驶向车站，然后沿着托尔博伊斯先生庄园旁边的柏油路走去。在离主入口大约100码的地方，他看到栅栏上有一扇小木门，便在那里等待托尔博伊斯小姐。她很快就出现了，头上仍然裹着披肩，眼睛闪闪发光，没有眼泪。您愿意和我一起进入庄园吗？他建议道，他们可能会在主路上看到我们。他点了点头，穿过门口，在他身后关上了门。当他挽住他伸出的胳膊时，他意识到他仍然在发抖，而且抖得很厉害。请冷静下来，托尔博伊斯小姐，他催促道，也许我错了，也许。不卡佐给，不卡佐，他喊道，您没有错，我的哥哥被谋杀了，
告诉我那个女人的名字，那个您怀疑与她的失踪、与她的谋杀有关的女人。在之前，我不能这样做。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知道她有罪。您告诉我的父亲，您会放弃发现真相的想法。您不会担心我哥哥的命运是一个可怕的未解之谜，但您不会的，奥德利先生。您不会背叛您朋友的记忆，您会报复那些结束他生命的人，不是吗，奥德利先生？罗伯特·奥德利英俊的脸上掠过一片阴沉的阴影，仿佛一层黑纱。他想起了前一天在南安普敦说的话，一只比我的手更强大的手，指引我走向我老朋友那不为人知的坟墓。一刻钟前，他认为一切都结束了，他可以免除发现乔治死亡秘密的可怕任务。现在，那个年轻的女人，那个外表如此冷漠的年轻女人，找到了声音，催促他继续他的宿命。如果您知道发现真相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托尔博伊斯小姐，她宣称，您不太可能要求我继续处理这件事。但我要求您，她带着压抑的热情回答，我要求您报复我哥哥的英年早逝。您会这样做吗？是还是不是？如果我回答不呢？那么我自己来做，他喊道，用他那双明亮的棕色眼睛看着他。我自己会追寻那些能解开谜团的线索，我会找到那个女人。是的，即使您拒绝告诉我，我的哥哥在英格兰的哪个地方失踪了。如果您拒绝为我做这件事，我将从世界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以发现他遭遇了什么。我已经成年了，是自己的主人，而且因为我继承了一位姑妈的遗产而富有。我可以雇佣那些帮助我寻找的人，我会让他们为我工作而获得丰厚的回报。奥德利先生，请在这两种选择中做出决定，谁来找到杀害我哥哥的凶手，您还是我？他看着他的脸，注意到他的决心并非一时的女性热情，不会在困难的重压下消失。她那美丽的容貌，雕塑般却不失高贵，因其表情的僵硬而仿佛变成了大理石。她注视着的那张脸，是一个只有死亡才能使其放弃目标的女人。我成长在一个压抑的环境中，她轻声说道。我一直压抑和掩饰我内心的情感，直到它们因其强烈而变得不自然。我不被允许有朋友或爱人。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的父亲一直像您今天看到的那样对待我。除了我的哥哥，我没有其他人。我心中所有的爱都给了他。那么，当您听到他年轻的生命被背叛之手夺去时，您感到惊讶吗？哦，我的上帝！他喊道，紧紧地握着双手，仰望着寒冷的冬日天空，带我到杀害我哥哥的凶手面前，让我的手来报复他过早的死亡。罗伯特·奥德利敬畏地凝视着他，他那强烈的、压抑的激情使他的美丽升华到了极致。他与他所见过的所有女人都不同。他的表妹很漂亮。他叔叔的妻子很迷人，但克拉拉·托尔博伊斯很美丽。尼俄柏的脸因悲伤而升华，也未必比他的脸更纯粹古典。即使是他那朴素的灰色连衣裙，也比更华丽的衣服更能衬托一个不那么优雅的女人。托尔博伊斯小姐，罗伯特停顿片刻后说道：“您的哥哥不会没有得到报复就安息。他不会被遗忘。如果您耐心并信任我的话，我相信没有任何专业人士能像我一样接近这个秘密。”我会信任您，他回答道，因为我知道您会帮助我。我相信我的命运就是这样做，他郑重地回答。在与哈考特·托尔博伊斯谈话的过程中，
罗伯特·奥德利特意避免从他向乔治父亲陈述的情况中做出任何推断，他只是讲述了那个失踪者从到达伦敦到失踪那天的生活故事。但他注意到，克拉拉·托尔伯伊斯得出了和他一样的结论，而且他们之间对此心照不宣。托尔伯伊斯小姐，您有您哥哥的信吗？他问道。2封，一封是在他结婚后不久写的，另一封是在利物浦写的，在他启程前往澳大利亚的前一天晚上。您允许我看看吗？是的，如果您给我您的地址，我会寄给您。您会时不时给我写信，不是吗？告诉我，您是否更接近真相了？在这里我会被迫秘密行事，但2-3个月后，我就能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了。您不会离开英国，是吗？罗伯特问道。哦，不，我要去拜访一些埃塞克斯郡的朋友，我早就该去了。克拉拉·托尔伯伊斯提到那个地方时，罗伯特猛地一惊，他立刻看向他的脸，他的不安如此明显，以至于泄露了他一部分的秘密。我的哥哥乔治在埃塞克斯失踪了，他暗示道。罗伯特无法反驳他。我很抱歉您发现了这么多，他回答道。我的处境每天都变得更加复杂，每天都更加痛苦。再见。他伸出手，他机械地握住了他的手，但他的手比冰还冷，无力地垂在他的手中。当他松开时，像一根木头一样落在了他的身边。请不要太晚才回到房子里，他由衷地说道。我不希望您在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之后受苦。受苦？他带着讥讽的语气喊道。您和我谈论痛苦，而世界上唯一爱我的人却在青春年华被夺去了生命。那么我还能做什么？除了受苦？我还在乎寒冷吗？他说道，重新裹上披肩，任凭凛冽的寒风吹拂着他美丽的头颅。如果我能让他复活，我宁愿赤脚在雪地里走到伦敦，也不会停下来。我不会做些什么来让他回来。我不会做些什么。他用双手捂住脸，那天第一次哭了。剧烈的哭泣使他全身颤抖，他不得不靠在一棵树干上，才不至于摔倒。罗伯特注视着他，脸上充满了温柔的同情。他和他所爱并失去的朋友如此相像，以至于他不可能把他当作陌生人，也不可能相信他们今天早上才第一次见面。请冷静下来，他说，希望是最后消失的东西。也许我们错了，您的哥哥还活着。哦，但愿如此。他虔诚地低语道，但愿如此。让我们希望如此。不，他回答道，泪眼婆娑地看着他。我们不应该期待别的，只期待复仇。再见，奥德利先生。等一下，您的地址。他给了他一张名片，他把它放进了连衣裙的口袋里。我会把乔治的信寄给您，他宣称，也许对您有用。再见。他让他感到半是困惑，半是被他那充满激情的举止和高贵美丽的容貌所折服。他注视着他，直到他消失在笔直的冷杉树干之间，然后慢慢地离开了庄园。愿上帝怜悯那些阻挡在我和秘密之间的人，他想，因为他们将被牺牲给乔治·托尔伯伊斯的记忆。